中朝其实是一种三角关系，过去最重要的一角是俄国，但是它有求于人，所以呢变得向北京倾斜。俄国跟朝鲜签订的协议是在北京默许的框架下面进行的，同时呢，北京跟蒙古的关系也是在俄国的默许之下。图们江口这一个桥，它很可能会改变接下来20-30年的东北亚的局势，乃至于整个的亚洲这个世界的局势。对美制裁三兄弟的合作啊，这三条线其实是中国包围网，现在变成它有空隙的。俄国现在实质上面依附中国，我只要把中国压下去，美国的困境可以得到解决。而现在最重要的突破口就是台湾。普丁到了北韩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就是双方保证对方在被侵略的时候，另一方也要帮助。朝鲜变成同时跟中跟俄是准军事同盟状态，俄乌战争还可以支持下去，很大程度上朝鲜的支持。国际舆论认为俄朝关系恢复了苏联的状况，我想这是高估了，因为原来朝苏关系就不是完全依赖的关系。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欢迎收看今天的互来座谈，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一修。我们今天继续来聊专家讲堂啊。最近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普丁啊，在俄乌战争中呢，看起来这个情势是越来越对他好。不过啊，他现在呢，确实压力还是非常的大了。毕竟面对美国的极限制裁啊，这个全世界上也没几个国家啊可以安然无损的扛过。所以看看普丁呢，非常的活跃啊。最近普丁呢跑了好多地方啊，前阵子啊去了哈尔滨见了习近平啊，最近呢又见了这个地表最强80后哈，也就是呢金正恩啊。那这个是普丁呢从上次2000年之后24年后。又跑到了朝鲜，有人说这是中朝俄三国轴心结盟哈，当然这西方人是说邪恶轴心啊，但是呢，就他们各自而言，看起来啊，这是一个被美国打压，或者说啊，美国的伤心人的结盟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国际地缘的一个巨大变动。我们今天从现实的地缘政治跟历史的角度来一起讨论啊，而这当中呢，我们就不由得就回到了当年苏联在东欧的这一众小伙伴。也就是我们所谓东欧这个华沙公约组织。那最后呢，我们要来讲一下，基于这样地缘政治的变动，也让中国呢，在整个面对美国的部分呢，它有一个新的一个态势而这也直接牵动了两岸关系讲到历史跟现实地缘政治呢，我们来欢迎一个大家很想念的人，我来欢迎吴启南老师，学好，大家好。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普丁半夜大概2点左右到了北韩的平壤当然这个北韩呢就朝鲜这金正恩是亲自去迎接我其实有去把那影片看完。哇，规格是很高的你也可以看到说那个他们还搭乘普丁送给金正恩的金螺丝牌超长家禽礼车然后前面全部是护卫的警车可以说是隆重非凡那旋风式访问不到24小时，因为据说普丁本来前一天晚上就要到，结果不知道因何缘故所以半夜才到。那这一次到底去了做什么？两个人最重要的是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那这是什么呢？根据呢这个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他说这个协议将取代过往3项条约双方关系直接升级3项条约是1961年朝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2000年的朝俄友好睦邻合作条约，以及2000及2001年的莫斯科和平壤宣言那这个呢，根据韩国中央日报的报道，这是24年来首次正式升级两国关系。目前俄罗斯与韩国的仅建立朝俄关系较低一级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意志的就是说俄朝关系会比俄韩关系再高出一个层次。那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之前俄国对朝韩某种程度上是还有平衡外交的那现在这个改变希望你看这一次的访问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可以跟我们分析呢？我想这个访问的一个前提其实就是俄乌战争。那俄乌战争今天俄罗斯还可以去支持下去，很大程度上面它是有朝鲜的支持除了政治支持之外，我想在很大程度上有一些军事技术上面的交流跟合作。那这个支持是回到刚刚讲政治层面就是说真正在世界上面去支持这个俄罗斯对于乌东4州的这个占领并把它合法化的大概只有朝鲜，因为中国至少是并不承认俄国对乌东4州的这种占领那这个金正恩在这里面对于普京的这个支持，我想他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了那他们双方又面临一个共同的困境，就是美国对他们的这个都是超乎寻常尺度的制裁，极限制裁。那就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走得更近。
那么这个里面其实还隐藏了一个就是中国的关系，就是他们三方之间达成了相当程度的一个默契跟妥协，就是说俄国承认在三角关系当中，它可以让中国扮演比过去大一些的角色啊。那中国也承认可以让俄朝的关系在这个冷战之后，它又恢复到大概在冷战时期苏朝关系的那种层面上去。但当然，我想这个国际社会舆论上面会有一个解读，主要是他们觉得这个很可能是恢复一个以前苏联时代的一种轴心的状态，或者说是华沙条约组织对北约组织这样一个对抗的状态啊。那这个状态一般，我想国际舆论的解读会有一个印象，就觉得华约组织过去苏联作为一个老大的影响力，它是绝对的、决定性的。而在北约当中呢，美国的影响力好像是属于比较温和的没有那么决定性的，因为大家可能还有发言的空间。可是我在这里其实想讲的事情是，我们之所以今天看到俄罗斯要对这个朝鲜做出相当程度的这种看起来是两个体量差很大，对，但它做成很大程度的一种平等的姿态，其实背后原因在于当初的华约组织以及苏联东欧集团，整个我们把加起来所谓社会主义的阵营它的内部团结就要比北约或者是西方集团内部的团结要差。我们换一句话说，就是苏联作为老大，它对于这些小弟们的影响力其实是弱于美国对他的小弟们的影响力。之所以会出现的这种原因呢，是因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它的真正的形成不是因为共同的共产主义理想，而是因为民族主义。就是共产国际在1920年代、1930年代、1940年代，它之所以可以把这些各国的共产党劳动党什么社会民主党拉到他自己的阵营里面，重点是因为那些国家都有这个所谓民族主义，就是透过要驱逐所谓帝国主义侵略、摆脱殖民主义等等建立的这个民族主义政党。只是这个民族主义政党当时都偏向政治光谱的最左边那这种情形下，他们去加入了这个苏联集团。加入苏联集团之后，其实他们内部对于这个民族主义的要求，依然是他们国内政治的第一要务。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形，在加入苏联集团之后，他们的民族主义本来是可以说是除了东德以外，其他的国家的民族主义没有那么成熟的就是民族主义是在西欧发明的。那没有成熟的情况下，他进入一个苏联集团以后，他得到了一定政治上的安定那就是苏联的军事庇护了那可是这个民族主义正好找到了一个成长的空间，所以我们看到苏联集团内部出现了很多次反抗苏联的一个政治事件其中也包含朝鲜。当然我们看第一个首先出现问题的就是在东德。我们来看一下东德的617事件，1953年对，当时对于这个苏联的占领，我想东德的这个不满是非常强烈的这个除了1945年的回忆之外，在1945年以后苏联在东德地区这些统治，它造成东德的生活状况其实逐渐的就不如西德了那在社会中间的这种压力，它的对社会的这种禁锢也比较高，所以这个1953年东德就发生了这种抗议事件。后来苏联其实是透过软硬两手让这种抗议逐渐平息下去，可是它没有完全消灭。所以我们看到东德之所以在1991年可以跟西德统一，很大程度上是东德的民意当中一直潜藏的非常强烈的反苏情绪，以及非常强烈的日耳曼民族意识这个民族意识就是当它基本上是在1870年代跟整个的德意志一起形成的一种德意志民族意识。这个是苏联的占领之下，他没有消灭这种意识。那么后来呢，就是1956年波兰出现这个波茨南事件，也是抗议苏联统治。还有呢，同一年也出现匈牙利的这个革命。匈牙利革命呢也是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一个反苏行动。这个很夸张这个是匈牙利革命，大家有没有看到？斯大林的铜像被拿下来直接砍是，我蛮惊讶的。这个是让我们可能会误以为这是1990年代以后的景象，但其实它已经出现了。这个我有核实过，这是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的现场。这个匈牙利革命更厉害的是，它就是出现在匈牙利当时的属于这个共产党性质的这个领导政党这里那就是匈牙利的相当于总理纳吉，他等于是率领的这个匈牙利民众来反抗苏联的统治。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后来遭到苏联坦克的一个镇压。我比较惊讶的是说，像1956的波兰波茨南事件跟1953的东德617事件，这个主要是群众，对不对？
是。但是到了匈牙利这里，是连他们的政府的高官，因为这个纳吉当时担任的是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议会主席，相当于就是他们的元首。总理，就是说这个匈牙利的民族主义它有2重背景。有一重背景是从这个它跟奥匈这个体制当中，另外一个就是说匈牙利民族，它作为在一个亚洲人他们的一个很强烈的一种民族自豪和文化自豪，这个所以让他们除了还跟德意志日耳曼还可以合作的话跟这个其他人恐怕是很难合作的，就是他觉得这种民族骄傲让他不太愿意去屈从这个。我们看到今天的匈牙利，他在欧盟里面特立独行，也跟这个是有关系。他们觉得有光荣的祖上历史。是5、6年，在我们之前讲过，朝鲜也发生过这个8月政争，就是这个8月政争呢，其实是在这个朝鲜劳动党的内部，所谓的苏联派跟延安派共同的对金日成派系发难，他们认为金日成个人崇拜并独裁的。那么可是金日成后来透过自己的政治操作，基本上把苏联派、莫斯科派、延安派都压制下去，这个等于也是对于苏联的一个反弹他对中国当然也有反弹，对苏联也有反弹。而金日成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在最后他得到了莫斯科跟北京的接受跟认可，所以这个金日成他也是操作这种内部跟国际政治的一个高手。是金日成各位，这个不是金正恩这是金日成，长得很像。对，遗传很厉害。那么我们看，其实同样的问题只过了1年就发生在中国，就是1957年的大鸣大放，其实它也是一个反苏联体制的运动。这个运动后来就被下半年的这个所谓反右就压制下去了。但它只是压制下去的一个反体制的运动，它没有压制下去一个反苏的这种情绪。事实上，这种反苏情绪呢，反而被后来的中国共产党拿来利用，发动了一种事实上反苏的社会运动。反苏修，戴跃进、人民公社，这就是反苏联体制。所以其实反修，其实它本质是一种反苏，本质是反苏，不要修正主义。不仅是苏联体制，它甚至不要接受苏联对它内政的干预。所以这是所谓反右跟戴跃进运动的背后的一个本质。也就是说，这样我们回头看苏联集团本身，它的内部的这种冲突，要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国西欧集团内部潜在的矛盾冲突大很多。美国西欧他们这个背后其实有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以及他们在当时工业化的这个程度上面比较接近的这种影响还有呢，就是整个的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它的实质上面对于西欧的这种帮助，比苏联的对外援助的帮助要大。苏联对外援助的金额不见得比马歇尔计划小，可是呢，在受援国那里，它的这个经济体制基本上都不是非常好对，它能够有效运用这个苏联的援助的这种状况，没有像马歇尔计划投到这个西欧去那样的一个产生那种效果。所以在这个北约的内部，他们的政经运作是比较顺畅的。就是他们这些美国的小弟去接受美国指令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心甘情愿，而且意识形态上的统治也更好。是你不能说完全没有反抗，也是有，比如说法国是最早反抗那么其他的欧洲国家里面也有，西德也有，但是这个程度都没有办法跟这个苏联东欧集团内部的这种状态相比。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今天看这个国际舆论认为俄朝关系是恢复了一种苏联的一种状况，我想这是高估了，因为原来就没有真的出现过这样一种状况，而且原来朝苏关系也不是一种完全依赖的关系。那么朝鲜一直在争取它的独立性，它的独立性当然它中间这个很巧妙的也用了中国因素作为一个平衡。刚才提到说各种反抗，还有一个是学长你刚才没提到的是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是不是也是属于这一种共产小弟？其实不是真的完全是小弟。布拉格之春也是跟纳吉一样，他也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袖自己来发动的他等于是也是在思想上面、体制上面要去对抗苏联的统治，那么他的影响也非常大那当时他这个反抗事实上是受到中共的呼应，就是中共认为苏联对于布拉格之春的干预是一种帝国主义的行径，所以他当时给苏联有一个定位叫做社会帝国主义。所以一开始1960年代初期他是反对美帝跟苏修，到1968年以后他是反对两种帝国主义，一个叫美帝国主义，一个叫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所以就美帝苏帝他这个反那个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时候，其实也正在悄悄的朝美国靠近。这就接到我们之前聊过1972年2758号决议文，是让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这个代表权恢复嘛，然后驱除蒋代表嘛，对，就是让台湾就是这个失去了这个联合席位嘛。我想回头就是说，整个跟这个苏联集团内部的结构非常的不稳有关。所以我想今天呢，如果这个国际舆论判断说这个俄朝的结盟的升级要恢复到以前苏联集团的那种状态，或者是冷战时期那个巅峰时期对抗美国的状态，我想即使是完全恢复了，也没办法真正形成一个对抗力，何况呢，并没有真的恢复。我想这结论很有意思哦。但是我自己在看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可以发现最近随着这个国际地缘政治的改变各国对于历史的强调是不断在往上说，尽可能在历史当中找自己的合理叙事。因为我看到这个全面升级的时候，他说3项条约，我蛮惊讶的是，他把朝苏友好合作与互助条约都搬出来了。因为事实上2000年的这个朝俄友好睦邻合作条约，事实上就是取代了这个互助条约。还有呢，2001年，它这个是算是朝俄友好睦邻合作条约的另外一个补充嘛。是，那他取代这2个就好了。他刻意去强调这个，所以让西方多有联想。希望这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历史的意涵在里面？朝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其实大概同年签订的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对，这个是来确定发生在这之前的这个韩战的一个历史。韩战的爆发背后的一个重要的支持力量其实是莫斯科，就是说莫斯科跟金日成决定要去推动韩战。当然我不是讲他主动发动韩战，因为对面还有李承晚也想向北推进但是他做这个韩战这个决定的时候，北京是不知道的。那当时从1945年以后，主导这个朝鲜半岛北部的政治命运的就是苏联。在这个1961年确定这个朝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时候，当时的中苏已经翻脸，所以他透过这一个条约来确定朝鲜在相当程度上他没有介入中苏的活动，而甚至于暗中其实站到苏联这一边更多一点那用这一点来确定他们的关系跟这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以及接下来的韩战，以及接下来中苏关系里面的朝苏关系，这个确定它的历史渊源，就是莫斯科跟平壤的关系一直都是最亲密所以上述这一条其实目标这是一个很强烈的政治宣示讯号，是就是我要告诉你，其实俄朝关系是非常非常源远流长的。是美国现在强调是后冷战秩序。对。那么对朝鲜半岛来说，最重要的这个战争就是1950年到1953年的这个战争，而这个战争背后其实最关键的力量就是斯大林，就是莫斯科苏联嘛所以去强调这个条约，它的意义非常重要，就是这个历史就是政治嘛所以这个取代等于重新刷新了，已经这么久了，1961年到现在，等于是重新再确立了一次。那既然叫取代，不就是一定程度上回复这个友好互助条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友好互助条约，它其实它内涵里面是有经济上的交换的，对，它还有技术上的支持的，它有经济技术方面的合作。当然，最关键的政治合作就是说，双方有保证对方在被侵略的时候，另一方也要帮助。准军事同盟嘞。对，这个当然的那个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也有相同内容，所以这个很明显是打破了冷战以后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弹。所以我可不可以这么说，这一次的俄朝的全面战略伙伴协议，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说是后冷战时期又一个新的里程碑。因为它如果从国际的这个地缘政治的脉络来看，从2018年开始中美升级开打嘛，到现在到了2022年，大概是一个阶段嘛。那2022年之后，因为这个俄乌开打，我认为是第2个阶段了，就是每5年一个阶段的话。那这等于是第2个阶段其中一个很重要，因为朝鲜变成同时跟中跟俄是准军事同盟状态，是，哇，那这个地缘真是不得了了。那很快就某种程度就暗示的中俄之间有准军事同盟或准军事同盟。中跟朝之间的这种关系是一种三角关系，是，但是现在这个三角的形状有变化了，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个三角关系里面一定是有互相牵制的内容，但是这个三角过去最重要的一角就是俄国，对，它衰落，就是苏联，它衰落，它有求于人，那使得这个三角现在变得向北京倾斜，所以呢，俄国呢，其实在这个三角关系当中就更多的要容忍北京角色的扩大。这跟我们一般同样的另外一个就是国际社会他判断觉得这个俄朝的这种重新结盟或加深它的关系，会影响到中国的观感跟中国的利益。那我自己的判断觉得不会因为这个在这个俄朝中之三者的这种关系里面其实中国早就习惯了这样一种关系，就是在俄朝中3个关系里面，俄朝的关系向来优于
朝中的关系。而这个过程从哪里开始？就是1860年北京条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啊。这个之前我曾经讲过，就是说这个北京条约它造成一个就是把这个乌苏里江以东割让给俄国了哈。那么割让了以后呢，它使得当时的朝鲜历朝获得了第3邻国，陆上第2邻国啊。那么原来它只有2个邻国，海上的是日本，陆上是中国。在这里，各位，那割了以后，这就涉及到今天的图们江，使得图们江的下游呢，成为当时的朝鲜历朝跟沙皇俄国之间的界河，它2个就交界了。当时的这个历朝是举朝欢腾啊，举朝欢腾，因为他们觉得我们终于获得了第3邻国。那么我们后来也知道。就是说，二战结束之后，这个北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所以成立，这是苏联扶持的。对，那苏联跟朝鲜的关系向来就是它比他支持中国共产党还要早啊，因为中国共产党确定一边倒是在1949年的1月，而苏联跟北韩的这种关系的确立是在1945年的下半年就已经确立了哈。那么这种关系呢，也导致了说整个的韩战基本上是由莫斯科主导啊，史达林跟金日成私下商定的发动的，北京是后来才知道的，等于是半公开了之后才知道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两者的情书差很多。假如中国的角度一直在讲是彭德怀在做军事指挥，事实上这个军事指挥背后全部都要报到莫斯科，由史达林来决定啊，彭德怀跟金日成都不能做最后决定啊，史达林来做决定。那么这种状态呢，在这个金日成后来在史达林过世之后，他想在中苏之间走钢索。可是，在两边余力的状态下面，他跟苏联的亲密程度还是超过跟中国亲密程度。这一点呢，我想是对于中文的这个媒体受众而言，这是一种比较陌生的情形。可是我们如果站到一个朝鲜的中心的朝鲜主体的角度的话，在他们的内部向来都是苏联排在中国前面的啊。好，现在的状态表面看起来是朝苏进一步接近了，北京会不会吃味？事实上，我想北京大概不太会吃味。原因在于说，现在的这种合作背后，其实都是有着北京的谅解乃至首肯。我们如果把中国的边界啊，我们把它分成3个方面向的话，哈，北边面向的都是我们所谓苏联或俄罗斯因素。对，这东起呢，北韩就是朝鲜，俄国本身，然后蒙古。然后中亚5国，中亚5国里面呢有3国跟中国接壤，哈萨克、吉尔吉斯跟塔吉克。那最近很夯的中吉乌铁路就是要从中国接到吉尔吉斯，接到乌兹别克接嘛，这是乌兹别克。那这个图库曼没有显示出来。好，然后差不多到阿富汗这里，所以这个是一个边界断线。那这个断线上面呢，除了阿富汗后来俄罗斯是脱控之外啊，因为苏联一路入侵阿富汗嘛。所以这整片其实从清代以来就是俄国的势力范围，而且长期是中国压在背上喘不过气来的一个大石头，而且吃的最多土地。大家看，从外东北到蒙古外蒙上面还有一块小块的，就是唐努乌梁海嘛，就是图瓦嘛，现在叫图瓦共和国啊。然后外西北包括什么？包括伊犁河谷的丢失，那这整块外西北嘛，后来是有赖于谁呢？2个人，一个左宗棠嘛，另外一个是这个李经方嘛。他去谈这个西北契约勘定的时候，才帮忙保住了，不然今天伊犁在这里的话也丢了。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当然像您提到的，就是说把北边的这个石头给拿走，对中国来讲压力差很多。对，就是说这个普京到了北京跟哈尔滨，他的重点是让确信他把中国北方边境里面这些原来制约中国的地缘政治的压力都放松了啊，来换取中国对于俄罗斯长久的地缘政治利益的一个接纳跟支持，尤其是他并不期待北京可以在俄乌战争当中直接支持俄国，但是呢，在战略上面一定跟俄国合作，来替他分散这个俄乌战争的这个压力，所以他这里等于说让渡了很大的一部分问题。那么因为这个让渡，我们今天看到俄国跟朝鲜所签订的这一个协议是在北京默许的框架下面进行的，同时呢，北京跟蒙古的关系。北京就刚刚您提到的这个中吉乌铁路，其实也是在俄国的默许之下，俄国有非常大程度下面默许之下才能够达成。也就是说，现在看起来北方这个界限的所谓中国地缘政治压力就大幅的降低。所以这个整个地缘政治的牵动，表面上看是俄朝接近，但实际上它是牵动了整个中国的一个局势。就是我为什么一开始序言的时候跟大家讲到说，这个很大程度的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地缘思考，或者说地缘的步骤，因为它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整。不过这里面有几个点所以大家很好奇说，好，那我们就细一点说，因为这个割让里面呢，有一个点是中俄朝之间。
我们把大框架先摆的，我们先讲细部的。细部里面大家都在谈一条桥，哪一条桥呢？朝俄友谊大桥，这一条河是什么？这条河就是图们江这种桥以中国的基建实力的话，大概1个月一定可以搞定那可是桥盖得特别的矮那就当然主要是阻碍它的内河航运像如果我先讲实处的部分，放松嘛，那放松总有一些是实际利益放松。我们高大上岸谈的差不多，那我们讲就放松部分，到底这一次的这个中俄朝关系的再调整、再拉近，那真正实处的部分，这个是不是其中一个？那这是其中非常重要一个，就是说图们江口让中国获得一个通向日本海的航行权这件事情它是中间获益最大的一方一定是中国。当然，俄国跟朝鲜也会从中获益，但是他们目前因为经济实力的原因，他们获益是比较其次的。而这个当中俄国对于这件事情的松口是最关键的。可是没有朝鲜最后的答应的话，也没办法最后实现。所以我想，俄朝双方也要借这个机会来确认一下，是不是朝鲜可以接受这样一个方案。接受一个方案，接下来的技术就好办了，包括重新建桥。那么只要这个通过了之后，就原来曾经胎死腹中的一个叫东北亚经济贸易区，又可以重新局部复活。那所以这个图们江口看起来这一个桥跟这个水道疏浚这件事情，它很可能会改变接下来20-30年的东北亚的局势，乃至于整个的亚洲、整个世界的局势。其实这就跟黑龙江上的桥，以前怎么盖都盖不下来，是现在突然盖通了。是。那我可不可以反问一下？其实很快，搞不好中俄朝三国铁路，然后中俄之间的铁路线会不断在增加。可能连高速铁路都会出现，很有可能，因为事实上我们先是也是讲技术层面，就是在远东的这个俄国的铁路，还有北朝鲜的铁路，它的失修的状况非常严重而事实上他们既没有资金，也没有技术来改造它的这个铁路设备了，那它其实只能靠中国。确实那其实我们刚才谈了很多嘛就是说这个三角的关系那刚才也其实就回答了像香港媒体所问的这个问题就朝俄关系陡然升高，还不至于刺痛中国了那刚才学长提的其实就已经讲得非常重要。其实这个升高很有趣就是在朝鲜在美国制裁之下需要外援嘛，那现在事实上被制裁的最惨的还不是朝鲜，是俄国，所以它等于是被美国制裁第一惨跟第二惨，这个俄国跟朝鲜那被美国制裁损失最大的是谁呢？也不是这两个，因为这两个经济体量都不够，是中国。是对，所以这叫被美制裁三兄弟的一个合作是。那其实这也某种程度反映一件事，就是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全球霸权。这个制裁某种程度就代表一件事，你的霸权不行，你才需要制裁。你如果只有霸权，你制裁一个什么？你全部都照你规矩来了，还有制裁这个东西吗？就算制裁也不需要制裁到这种程度，肆意性的他就受不了了。所以其实整体的关系是有一个很根本的改变。所以最后我们就可以来讲一下，这次普丁的访问不足24小时的背后，香港媒体就说这叫强人普丁的悲情一面那我觉得这一句很有趣他讲了很多，他大概这个不足24小时很让人家意外然后呢一名这么大高规格的国事访问，好像时间那么短显得不够隆重我觉得普京应该是归心似箭的因为前线还是需要指挥了那这个美欧的制裁压力下，俄国呢，其实在这2年消耗的很大那朝鲜呢，过去是很难那么快走进俄罗斯的视野那这一次很明显是打破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俄朝跟俄韩之间的平衡最重要是这句话，这是2个被西方制裁着体无完肤的国家的抱团取暖。这句话精辟吗？是，我想这个里面我为什么讲这个普京的这个悲情？其实他这个悲情有非常多的层面。除了他在这个地缘政治上面、国际战略上面他被包围之外，其实他还有一个内部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在冷战结束之后，俄罗斯它已经不是苏联了，它有没有真正有能力去继承苏联的遗产？能不能把自己这个蜕变成为一个新的国家？看来俄罗斯并没有完全做到。它除了去卖石油、卖自然资源之外，其他事情没做到。那么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在这个他原来的苏联体制跟新的体制之间，中间他没有跨过去，没有走到新的体制，原来的体制又丢掉了，原来的体制也不是完全无效的就是他变成邯郸学步，这休克疗法之后还真的休克，真的休克了，就是他原来怎么走也忘掉了，新的也没有学会，这个是邯郸学步。那么这个北韩今天我们看起来它的经济体量非常小了，就是说它的经济规模只有南韩的1%。可是它的过去的这个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运作这个机器还是可以转的
而相同的情形在俄罗斯却反而不见得容易做到了，因为障碍比过去多了很多。对，所以他才需要跟朝鲜进行深度的结盟。对。所以这个战略伙伴关系，除了说刚才讲到的说，如果有人入侵，我们会互相支援之外，对，最重要是炮弹技术这些的交换。这些就技术，因为我们看到俄乌前线，确实出现了很多朝鲜的飞弹。很多人说朝鲜不就只造子弹、炮弹厉害吗？没有各位，飞弹、炸弹、航空炸弹都出现朝鲜的东西啊。是，就是说这里面一个关键就是我要保障我这些产品的产量的稳定，再加上原来朝鲜的军工体系就是苏联支持下面来建立的，它的核子武器啊，还有飞弹武器，这些都是在苏联的支持下做的啊。有人以为跟中国有关，跟中国有关是非常低层面这个技术层面，高级的这都是莫斯科提供的。对，所以我这个既然体系都是一样的啊，武器规格也是一样的，我拿过来就可以直接用，对接没问题。对所以这是普京这一次去找朝鲜，虽然是个抱团，但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契机嘛，是等于是恢复了这个对接的过程。然后这也验证一件事，就是俄国事实上在叶尔钦的休克疗法之后，真的是被搞惨了，是搞了半垮。要不是俄国家底厚、血厚、天然资源厚，可能真的就垮了。那真的就垮了。所以这次没垮。那我们其实看到很多报道是讲到绍伊古嘛，之前有人说明升暗降或怎么样，他现在还在做这件事，对军工产业的恢复。那如果没有这次俄乌战争的话，那俄国不就是逐步的衰弱下去？反而这一次的俄乌战争虽然对俄国的损耗很大，但有效的调动了他自己的整个系统，让他重新活络过来，然后他也重新去把他失散的这些盟友，包括像朝鲜，把跟中国的心结也打开了。那我拉回来啊，我们最后来解决一下这张图，因为我觉得这张图会是未来国际非常重视。我们从历史来看，我们就想看这东西哦。中国的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格局哦，从二战之后的格局就定下，大概是这样。我们第一个先跟大家讲，我是以实控线为主了，整体来讲是这样哦。像我们把这个边这样子3个切哦。希望你觉得这个背后的逻辑，你可不可以说明给大家听？就说这样子切这个3个边对中国的逻辑是什么？还有我这样切，我有一个意涵是，中国不是一个纯陆权国家，而是海陆双权的国家。是我们可不可以从这个图来验证？然后我们就可以对接上我们前面所讲的中俄的和解对中国何其重要？我想哈，以前这个中俄对立的时候，事实上俄国跟美国共同实现了他对中国的一个战略包围。我们看这个蒙古啊，还有在中国的西北、在东北这个北线，全部都是被前苏联控制的。然后甚至于朝鲜它是骑在中间的，但是更偏莫斯科一点，对，实际上也是半包围。在南边呢，我们看到印度是苏联的盟国啊，印度呢实质上它也去决定这个尼泊尔、不丹、锡金当时的政治。孟加拉甚至于是印度从巴基斯坦肢解出来的，它背后也有苏联的一个角色。缅甸跟中国的关系不是那么坏，但是基本上它也是影响力很有限，因为它是封闭国家。对。那在越战期间，等于辽国跟越南，这都是苏联去包围中国的地缘的政治的一个支点。好，那在海上基本上中国是被美国封锁。那越南进入苏联势力范围的时候，苏联曾经利用越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军港的金兰湾。金兰湾，所以这个苏联也介入了南海事务，所以中国曾经处在全面被包围的一个状态下，十面埋伏对，十面埋伏。然后台湾又是美国控制的，是，也就是说你这陆地上走不出去，海上也走不出去，等于完全被封锁起来了。那这种封锁的状态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它等于彻底的改观了，因为俄乌战争使得北京跟莫斯科他们发现他们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他们的冲突，他们的冲突将会永远存在啊，这个一定不会改变。可是他们的共同利益更多，这个共同利益包括俄罗斯发现它跟印度的共同利益比跟中国的共同利益要少，所以他对印度也感到有点失望，所以跟印度开始拉开一点距离，没有过去那么亲密。这使得印度在面对中国的时候，他不像过去那么有信心。那么中国在这个缅甸、泰国、辽国、柬埔寨，甚至在越南这里，因为俄国也放松了对于越南的这种约束，越南也体认到他没有办法依靠更远的俄罗斯来对抗中国，因为中国就在眼前，以至于他跟中国必须采取某种合作的手段。那么现在呢，在台面上对于中国最强硬的就是菲律宾了啊，然后台湾啊，然后日韩是叫的很多，但是乖乖的去开元首峰会了。是，所以这个我想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您所画的这三条线，其实它是由过去的。你可以把它称作是有一点像是中国包围网，中国包围网现在变成它都是有空隙的，比如说你网眼变得很大很大了。
我觉得哈，就是但这图我自己画的啦，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各位同学这里面赚到了，你知道吗？全网我自己看了半天，没有人这样画。这我有一天突然洗澡的时候想到的，又想到不对，这个后冷战时期最大的改变是中国地缘的从一个劣势地缘转向优势地缘的过程。是。因为对美国来讲，它本来是绝优势地缘嘛，因为它南北无强邻嘛，它不止无强邻，南北都是它小弟，完全控得死死的。可是你看，光个中吉乌铁路，中国搞了多久？可是这也就牵涉到说，原本中国的劣势地缘，主要是因为从二战之后的这个秩序，其实对中国的制约是非常强烈的。而且南边这个位置啊，它有一个问题是，它南边的2大强国都跟中国打过仗，就比如说喜马拉雅山这一侧的印度跟中国打过仗，中印战争。越南也跟中国打过中越战争，是，而且越南以前算是中南半岛的小霸主嘛，是，印度吃大肉的老大嘛，但是这很有意思的是，有战争冲突的，但是因为它这里都是高山绝崖，所以反而它比较安定。北边其实是有大量空隙的，因为它是草原，所以长期压力来，中国压力是北边。好，那我们接下来就介绍下一个，我跟大家讲，东盟首次草原伙伴。2024陆军联合演练，如果你从表面上看，就觉得这个演练莫名其妙，因为呢，蒙古这个国家啊，它就只有2个邻国，一个叫俄国，一个叫中国。它演练，它打谁呢？它能打谁呢？它没有可以打的、啊，它这个军队有什么意义呢？哦，当然这样讲，可能蒙古的朋友会不舒服了。但我必须说，因为蒙古就身困地缘嘛。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记得去看。我们讨论过蒙古问题，我们讨论过越南问题，我们讨论过朝鲜专章，好，都讨论过。所以在前几讲都是跟吴乾老师一起聊的、哦。但是我认为政治宣示意义很强啊，学长。这个中蒙草原伙伴协定的政治宣传，那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国防部怎么讲的、哦。他说啊，一是指挥控制上的联合融合，哇，2军融合啊；二是科目上的突出紧贴实战，好，那就是打真的，实际融合。第三最重要，在交流合作上突出互信友好。它是一个实际的军演没错，但是它是一个带有强烈政治宣示意味的军演。草原伙伴2024，学长，这个跟我们刚刚讲到啊，就是说中俄朝关系，还有中俄印关系、中俄越关系，这是一样的哈。就是说这个本来蒙古也是苏联跟俄罗斯去制约中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棋子，它等于说我们看中国这个在这里的边界很不自然，它被压进来了一块啊。对，它的最重要的一个设计者其实就是俄国嘛。这个俄国这次事实上是放任哈，就是说他不再打算完全主导蒙古事务了，他要让蒙古接受这个中俄的共同的影响。那蒙古自己呢，他一直想要去像当年的这个朝鲜李朝一样寻求第3邻国，可是他很遗憾，他自己找不到第3邻国。没有啊，为什么没有？他最近的是哈萨克，对，比他更内陆。对，所以蒙古的高层政界啊，他必须接受这个现实，就是他只有这2个邻国，而这个2个邻国里面的实力又差很多，就是他传统上面一定是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更接近。尽管蒙古社会非常非常的排斥中国，对，可是蒙古的政界人士当然就体认到他们没有太多选择。他要引进美国或者韩国或者日本势力啊，大家都要从中国上空飞过来，或者从俄国上空，俄国上空不让飞啊，这是美国自己不让飞的。所以你就要从中国进来，可以有办法，你要就进来去做反中的事情，这个技术上太困难了。所以这叫物理现实。是的，蒙古做这件事情，就是说他的政界的人是做了一个理性的选择。他就不理性的话，他基本上生存都会出现问题。因为蒙古对中国一个恐惧是被并吞恐惧嘛，因为当年清朝是完全征服了3大蒙古嘛，漠北、漠南跟漠西嘛。那今天3大蒙古只剩漠北蒙古是独立的，而且还是残缺的，因为图瓦族都已经。那个图瓦族有个大佬在俄国政界非常高层，那个人就叫小李哥。OK， 所以啊，这就是物理现实。我一直强调物理现实哦。那为什么我把台湾控着？因为台湾现在是争夺代嘛。是。那我们就来往前推进哦，我们就回来讲台湾，就刚好做我们最后的收尾。这个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啊！美国国务卿剧名用中文写啊，贴在 AIT 网站上，我就怕你不知道，我怕你觉得我翻译错误，我不写英文，我写中文可以吧？直接写上来，烙上官方印仿，把老板都弄上来了。好，国务院最大就是国务卿布林肯是亲自烙明2024年5月20号给赖清德的就职庆祝，美国庆贺台湾就职，川普都还不敢这样干，拜登干到了。而且呢，美国
祝贺赖清德先生就任并成为台湾第5位民选总统。我们也恭贺台湾人民再次展现民主韧性。哇，这话真的不得了啦！这代表什么呢？所以马上上了《时代》杂志嘛，The Taiwan Test， 台湾的测验，赖清德直接上了。好，而且呢写得很直白 ，As tension with Beijing rise， 就是说因为这个北京的崛起啊，讲白了就是中国崛起嘛啊，因为外国人很喜欢用首都指代这个国家了哈。The Iceland's new president 赖清德 stand his ground， 这个岛屿的新总统赖清德坚定了他的立场。那我觉得这个 stand his ground 也有一种据守在这里这种感觉，当然这是个片语了哈。那很有意思哦，他也不说你是国家，他说你是 Iceland， 这是大概被降格，岛主，在大陆曾有的戏称岛。但是徐阳，我必须讲，这个就充分反映了一个问题，其实就是这张图啊，我的感觉是这样。南部边界中国没有立即性威胁，北部边界得到绝对和解，那中国只剩一个边界要处理了，那就是海边啊，南边、北边、海边。其实北边本来是比海边还要南上更多，压力更大的，可是现在只剩海边，那直接性压力不就给到了台湾了吗？因为菲律宾虽然很跳，但是毕竟菲律宾它是一个间接邻国。好，那台湾是个直接相连的地缘问题，而且台湾两岸到底是两国两个政权，还是两个什么东东两个政治实体？这个有历史，还有很多纠葛、国共内战的问题等等。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现在其实中朝俄的和解，包括中盟的这个拉近到这种程度，某种程度事实上是在强而有力的推进中美之争，还有台海地缘冲突哦。也就是对美国来说，台湾是他最后的机会，所以他必须极限的利用台湾的价值。最后机会了吗？Last chance。看起来是最后机会。他在利用这个价值后，当然他做了全面的规划跟推演，他想把他这个价值利用到最大的，就是说去压制中国啊。那俄国现在实质上面在相当程度上是依附中国的，我只要把中国压下去，我的所有的美国的困境可以得到解决。而现在最重要的突破口就是台湾了。我想您刚刚看到蒙古军演这件事情对美国刺激很大，那所以他的后续动作就是用这种北京所不能接受的方式来支持赖清德。从历史脉络来看，已经到了要揭开到底中国能不能走出去这件事，或者说世界地缘这个后冷战的混乱第2阶段，已经可能会要一个答案要出来了。是，所以可能在未来几年。是这个看就有可能。这也是大家每次讲到这里啊，总是欲言又止的沉重。是，没有啊，还是希望和平啊。但是显然这个和平的出路要找到一个出口是有困难的。是对，很多人会说，哎呀，这美国有所谓3大霸权嘛，美军、美金跟美语。以前我们会觉得话语霸权不拆，怎么人心会动？那可是大家想哦，从这个图就很好玩。话语霸权在以色列无止境的在巴勒斯坦乱搞的时候，话语霸权已经受到强有力的冲击了，不是吗？是。美国的军事霸权在俄乌战争的这个当口下，不是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了吗？美国搞了半天也不敢下场啊。是，对啊。俄国虽然难过，但还在过嘛。那金融霸权受到中国的崛起，虽然你可以看到支付上面好像非美元支付大概占20%。可是你又知道说有多少支付根本不是占不占20%问题，是根本没有纳入你 SWIFT 的计算，你根本就不知道。可是大家最关心一个事情，那会不会变第3次世界大战？第3次世界大战，我们从如果前2次世界大战形成的经验来看，现在距离第3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恐怕已经很接近。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在这个2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调整。它的调整就是把互相这个制衡的这种机制，它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就是说，这个使得想是利益各方它要去发动战争之间的各方面的考量，要比前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都多了非常多，以至于他们在考虑动手的时候，都有很多的因素让他会冷静下来，多想一下。这就使得我想第3次世界大战有可能在接下来我们发生资源的危机、人口的危机的情况下，爆发。但是呢，现在就是忽然有一天全面爆发的可能性可能还没那么高。就简单的讲，第3次世界大战恐怕很难避免，但是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最近几年当中爆发的这种可能性却没有那么高，因为这个互相的制约实在是
太多，因为大家都是互欠的。这个我们也可以去归功于美国了，因为这是全球化造成的一个结果。全球化的受益者其中包括中国。中国入世之后改变了很多事情。我想我同意学长的观点，而且我觉得啦，就是说，你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像前2次大战当中打到鲜血淋漓、血流成河、尸堆成山？我不认为。但是有限度的，然后广泛性的、区域性的冲突，而且这个冲突不再像过去只是代理人下场，很有可能是强权跟强权的代理人，也就是强权不能互打。但强权跟强权的代理人可以互打，那可能会演变成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还有就是代理人跟区域强权也出现，区域强权的代理人也会出现。我们之前跟刘碧荣老师也有聊过区域强权的概念，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翻一下。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整个变化非常显著的一种世界秩序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啊。那但是这样的战争不就刚好是台海战争的规模吗？所以我讲真的就是不是在那边庸人自扰，而是它很适合在区域嘛，台海一定是区域战争嘛。那区域战争，但是强权亲自下场打强权的代理人，那台湾是美国的代理人啊。我们自己讲自己美国代理人实在是啊，实在是哦，哎，这讲。但我们作为历史的研究者哦，我们就是还是要客观的看待自己。这是乔姆斯基讲的，是。啊，强权不是中国嘛？是对，所以这个给大家一个观点啊，那我们今天透过呢，把整个历史的脉络这样做贯穿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很多东西隐藏在表面上，通过历史的脉络去解析的时候，你可以看得更清楚那也可以看得更了解OK， 好，那我们今天聊到这里那最后呢，30万订阅募集中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按赞订阅起来那另外呢还有一个点就是一定要加入我们的会员，我们今天有很多谈论呢我们会放到我们的会员专属里面去所以如果想看一些细节啊，想要看一些呢在正片当中没有聊到的部分呢，欢迎呢这个加入我们的会员，1个月呢只要100块台币就可以了我们最近在办5周年吃播见面会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一起莅临，现在在7月6号的晚上7点那报名的方式我们会放在我们这个聊天区的置顶大家可以直接去加入那来报名参加。好，那最后呢一定要怎样呢？跟我们超级留言超级感谢，表达你的意见，或者是透过线下的赞助，绿界、PayPal、微信、支付宝、邮局，让我们更多的粮草我们可以做得更好。那我们今天呢再次谢谢这个吴强老师，谢谢大家。好，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次再相见啦，拜拜。